月光下的那句晚安，隐藏着多少离殇不可藏。谁又能像北极星辰，永远地挂在天上，不动荡，深陷着泥潭，守护着平凡时刻，面对着考验，我宣战。人恶如沙漠，我不曾碎过，所以路途太长太久，无法回头张望。滴水的奔涌，粉碎着迷雾，风帆之上，只为你而寻动远方。哎，不是啊，什么叫跑了？没有问题，跑什么跑呀？哎呦，我就这么一说，那公司经营不善，可不就得跑吗？您就别瞎操心了。不是，哎，老板，您得赶紧打电话问问了，这个下批出口的订单，是不是快违约了？我们调查了金盛公司的供货情况，给金盛公司提供发票的企业叫做华英公司。华英公司不是在新东市注册的，然后它现在已经走逃失联了。于是我们找到了华英公司的上游企业，叫做民祥合金。民祥合金突然注销了，于是这条发票链也就这么断了。现在奇怪的是什么呢？民祥公司一直是正常的经营状况。怎么突然就注销了呢？注销了，调查了没？查过了，人已经联系不上了，留底资料也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，就不好再继续往下深挖了。也就是说，这条发票的线索断了，没法继续了。没事儿，再想想其他办法。对了，除了发票，也要关注物流情况。准备文书，我已经跟局长申请外调。好。哎，你好，我问一下，邹野邹经理在哪儿？他在这里面。哦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大神，你说咱拿到进仓单之后怎么处理啊？我还没弄那玩意儿。用进仓单上面的信息和金盛提供给我们的资料进行对比，这样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货品数量还有装货卸货的信息是否是一致的，这样就可以查出他们是不是一家合法合规的出口企业。行啊。这边。这么多啊！这金盛公司之后的单子啊，我们会留意的，但是这之前的单子就只能靠你们自己翻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忙了啊。你们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啊。开始吧。啊。我去找套桌椅。好。早餐来了。
大熊，我感觉我现在脑子快炸了。我好羡慕星星啊，他能跟李科去林场那块儿，不用在这块翻这么多的这个进仓单。哎，欣欣，帮我一下。这挺小了，这个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哎，林姐，啊，你这个儿童款的吧？标准款。来，咱们国家禁止土葬都这么多年了，你这么多棺材卖给谁去？啊？说实话，你们公司到底做什么的？就是木材加工，做棺材的嘛。做棺材啊，就这，70万啊？谁给你的自信啊？那我们公司用的那都是上等木头，对，那上等木头成本自然就贵了。对，这金丝楠木呗，鸡翅木啊是不是？啊，对对对，还对。你蒙大傻小子呢？林姐，你是真不老实啊！我可给你机会了，是你自己不要的，那就不怪我了，啊？还嘴硬是吧？行，潘队。问明白了，什么棺材公司、木材厂，都是假的。交给你们了。你就是林杰啊？对，我们是新东市公安局的，现在对你依法进行传唤。我没犯法。没犯法？那你账上这些木材都去哪儿了？我还有别的厂子。行，带我们到别的厂去看看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！好，那咱们走。走吧。哎，立刻！立刻！别管我，别管我，追他们！站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林杰，快！老实点！你们抓错人了！你们抓错人了！什么抓错人了？你们看把你能的啊！还跟警察赛跑呢！你们啊！你抓错人了！没有决裂。起来！起来！走！走！小心心。
喂。哎，喂，爸，那个，诺诺在舞蹈班发烧了。哎，我这实在走不开，啊，那个实在没办法了，麻烦您帮我去接他一下，带他去医院行吗？那李同学呢？他管不管孩子了？他没接电话。哎呀，他平时那么忙，您又不是不知道。哎，爸，别问那么多了，你赶紧去吧。啊。好，那我去接吧。谢谢爸，注意安全啊。这是收购的第3家手机工厂，规模比之前的大2倍，资质也相对完善，会让我们的出口比之前多3倍。这是筛选出来的一些供应商，你也掌握一下。你盯着去。我这几天会去一趟香港，找几家接汇公司。好。赵静怡那边货已经发出了，票我也备好了。如果接汇公司一确定，咱是不是就可以运转了？基本上是这样安排的。发票安全吗？放心，我都交代好了。凡是给企客开的票，都必须是新设立的，只供公司内部使用，不掺杂其他任何业务。哎，非常好，好，再来一次啊，5、6、7、8，拎小裙子。好，最后行李打开，好，头往这边偏，哎，很好看，好收。好啦，小朋友们下课啦，拜拜，去吧去吧，快去吧。诺诺，你还难受吗？哎呦，怎么又烫了？你家里人怎么还没来接你？你等着啊，我去给你家里人打电话啊。人家没事吧？师傅，你怎么样了？赶紧啊！有没有事？有没有事？赶紧打！没事吧？应该是心脏有问题。喂，120吗？我这儿出了车祸，行动市南园路。哎，师傅，您怎么样了？咱爸怎么样了？啊？诺诺呢？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？我给你打了好几10个，你为什么不接啊？我不是不接，我看见你打电话的时候正在追捕一个嫌疑人，等我再回来再看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。你总是晚了，这算是理由吗？你怎么心里永远都只有你的工作？你把我们放在过心上吗？你心里当我们是家吗？怎么又来了？咱们讨论多少次了？我这么做不全是为了这个家，让你们生活好一点。闭嘴吧你！诺诺生病的时候，发高烧的时候，你在哪儿啊？我爸因为车祸心脏病发，生命垂危，现在在抢救呢。你又在哪儿啊？你怎么每次都说你把我们放在心上？你有这个家，你就是为了你的工作。别口声里说你心里就只有我们这个家了，我看你心里就只有你那个税务局。你就为了你的税务局，为了你的虚荣心、自尊心，你就心心念念的想爬上那个位置。我告诉你，李东杰，我爸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，我们就完了。
起开！你明明是个有老公的人，却活得像个单亲妈妈。多少度？38度6。啊？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已经比刚刚好多了。一会儿观察一下，完全退烧了就可以出院了。你手需要处理一下吗？没事，划了一下，没那么娇气。行，那你有需要的话，去护士站那儿有消毒用品啊。这瓶输完了，按铃叫我。啊，先走了啊，没事。喂，李克。哎，情况怎么样？从林间嘴里问出点东西来。对，有事及时跟我沟通啊。等我这边孩子退了烧，我就来跟你们会合啊。挂了。你走吧，去忙你的工作吧。没那么急，我等孩子退了烧我再走。你人在这儿，心也不在。这里有医生和护士看着呢。你待在这儿也是添堵。那你一个人行吗？要不然……你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666924815，666924815，666924815，666924815。666924815。我找到了。大叔，你来一下，我好像找着了，你看一下是不是？绝对没错，这个数字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找到了。根据进仓单、装箱单和运输单的单号和时间，我们找到了当天运送货物的车辆，是一辆外地车。但这些车都是跑长途拉货的，哪儿的车都有。暂时我们还无法查到他的物流信息，对方只给我们提供了他的车牌号。去找金针的小飞，让金针帮我们查一下这辆车在哪儿。只要找到了车，就能根据车上的 GPS 查到这辆车的轨迹，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拉的金氏公司的货。明白？那我们呢？都准备一下吧。只要查到了车辆的信息，我们就知道下面的方向是什么。好。担心真不愧是业内新兴的黑马，像梁总和于总这样从国外归来的精英，正是我们所需啊。曾总，您客气了。
不过从公示上来看，你们公司之前曾经接受过虚开发票，被税务局查处列入了失信企业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呢，说实话，我们于总，我们公司绝对不是故意接受虚开发票。其实说到底，我们公司也是受害的一方。我呢是法定代表人，但是这些发票不是我本人购买的，是我们公司的项目经理在一个项目中接受了虚开增值税发票，但是我们公司呢是积极的补缴了税款、滞纳金以及这个罚款。那个项目经理，公安机关已经进行了调查。本来以为这个事儿到此就应该结束了，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就因为这个失信的问题，我们公司的大量业务没有办法正常的开展。后来一打听才知道，我们公司已经被列入了税务违法的黑名单。这前不久本来我们打算向银行贷款的，银行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拒绝了我们的申请。紧接着新东市政府工程施工招标，我们公司被取消竞标资格。梁总、于总，你们一定要帮帮我们。我之前真的不知道这个问题，它会这么大，这么麻烦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曾总，我们国家的法律是明确规定了的，为他人虚开、为自己虚开、让他人帮自己虚开，以及介绍他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，这些行为都属于虚开发票。所以，这件事情不是简单的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，而是贵公司已经犯法了。是，您说的对，我们确实做得不好，我们也愿意接受处罚。但是话说回来，这个公司从创立到现在，真的是让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，而且现在还牵连到其他几个股东以及他们背后的家庭。这个公司它真的不能垮。我们呢现在就是想尽快的去掉这个失信问题。哦，我听说现在可以那个信用修复，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操作。当然啊，我也知道的。就我们公司这个案子呢，金额不是大几千万，更没有上亿，很多小的税务公司都不接，那些大的税务公司就更没兴趣了。我也真是为了这个事儿，我都快急死了我。因为这确实是新出台的政策，大家对这个政策都还不太熟悉，所以您也知道，作为税务师来说，谨慎是第一原则，大家就不敢贸然的去接手这样的案子。曾总，真不是我们不愿意帮忙，我们担信呢也是小公司，很多政策上的风向啊，也得看大公司的举动才好去实行。所以我给您一个建议啊，您看要不要您再去问问其他大公司？于总别啊，你可千万别把我往外推啊！你们这可不是什么小公司，如果你们都不愿意帮我真的不知道该去找谁了。曾总，你别着急。于总，我求您了，于总，帮帮我，于总，梁总，我拜托你们了，求你们了，好吧，我求求你们了。曾总，我们担心，决定接受您的委托，但是失信企业恢复信誉，这确实是一个最新出台的政策，所以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了解，所以在时间上我们需要的会更宽裕，但是一定会尽快。没问题，只要能解决，条件你们随便提。谢谢梁总，谢谢于总，谢谢。曾老板，以后多多宣传我们丹青事务所了。一定。对了，你们有什么需求呢，也尽管开口，我一定会全力的配合。留步。慢走，再见。哎，某些人呀，又要开始跑断腿喽。我跑一跑没关系，你看人家那么着急，能帮帮他就帮帮他吧。你呀，我还不了解，你就是责任心太强了。上学的时候就是哪条路难走，哎，你就偏要选哪条走。这下好了，去帮助失信企业恢复信誉的事儿，咱们就趟着往前走吧。
毕竟这世上很多事儿也不是为了赚钱，是吧？是。哎，我刚才就想问你呢，今天这妆刻意画过吧？这小嘴红的。没有吧？没有。你看着我说，你是不是晚上有约会？啊？老实交代，有没有？没有，就是有约会。没有。快考试了，来，多吃点啊，补充营养。还有这个鸡汤很好喝，我喝点。锦绣妈妈，你放心吧，明天考的都是我擅长的。这小子啊，语文和英语不让人操心。这段时间呢也很努力，手机玩的少了。我跟你说，回家以后必须好好复习，尤其是数学，知道吗？数学一塌糊涂。数学可是我们当年的强项。我们数学要不在行，怎么跟税务打交道？青春妈妈，其实今天这顿饭是我爸想请您吃的，但是我就是个借口。那下次我请。爸，你看看你再看看人家锦绣妈妈。吃你的饭吧，这样好不好？下次不管谁请，都把你带上。哼。多吃点。吃点蘑菇。你好啊，你好，请问是楼叔吗？係啊，你係邊個？有咩事啊？咱们之前见过，我要买点货。你要買多少貨？家里上期来香港谈得住吗，孙先生？可以。另外，能帮我打听个人吗？沒問題啊。就看你買多少貨啦。行，钱一会儿给你转过去。我跟你说，别买多，一天的量就行。啊，我是觉得你退休这几年还真成了家庭主男了啊！郑浩这小子整天忙得不着家，只要他做饭，那是太阳从西边出来啊。还有呢，这个小新这孩子呢正长身体，所以我现在每天的任务啊，就是变着花样给他俩做饭。你做菜真的都不重样吗？那当然啊，你比如说今天啊，我就想给他们做一个，油焖大虾再来一个红烧鱼头然后呢莲藕玉米排骨汤炖一个。不是这个搭配不错呀，不错吧？要不然我就按照你这个菜谱也来那么一套嘛。行，是吧？哎，老板，今天这玉米嫩不嫩啊？嫩，新鲜的很，是吧？对。你看多少钱一根啊？2块钱一根。行，那我们来6个。好。哎呦，分开装吗？分开装。好嘞。12块钱。别，我买蔬菜你还跟我客气？哎呀，你那手机用的不熟练。哎呀，不是，那说好了啊，一会儿又付了啊。哎，好。一会儿买大虾的时候我来付，好吧？明天你吧，今天这菜谱我推荐的。哎，好了。慢走啊！啊！哎，不是你刚才买玉米的时候怎么没砍价呀？蔬菜我一般就不砍价了啊。这家呢，我天天来都是熟人，人家也特别不容易，一个人带俩孩子呢。算了。是，哎，买虾是可以砍价的。哦，可以啊，那好。
查到了啊，那辆车是登记在豫南市的一家租厂名下，准备现在马上出发。现在走？对。资料帮我整理好，放包里。一走好几天呢，我跟欣欣说一声啊。车牌号是EA8056H。行，我帮你查一下。你们现在要找的这辆车，在临春市，租车的人叫张少，啊，他是跑长途货运的。GPS 被重置了。哎呀，我早就说了，这 GPS 没内存，我随手就给格式化了。哎，你们可以问问王哥呀，这个车上一个租主啊，租这个车好多年了，特别有感情。知道我接手这车之后，还专门叮嘱我说要我爱惜这辆车呢。他人呢？他老婆好像最近生病了，去外地看病了，好像是。哪儿啊？好像是新东市。新东市？哎。中间那床的家属就是王贵。好，谢谢啊。你们是？你好，王贵。哦，谢谢。我们呢是新东事务局的，是这样啊，有些事情跟你咨询一下，打扰你。哦，什么事情？啊，是这样。你们对这辆车有印象吗？有。是在新东市装的货吗？不是，离新东市远得很。我记得在安南市。那关键性的线索呢？怎么找到的呀？我们找到了负责运输的车主，他告诉我们真实载货的地点是在安南市的一家工厂，而我们找到了这个厂，发现金盛公司出口的货物其实是安南市工厂的货物，是一样的。而这家货代公司又协同金盛公司，将安南市工厂不需要退税的货物伪造成金盛公司的货物进行出口，再让金盛用票据进行出口退税。金城武是吧？我们是新东市公安局的，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骗取出口退税的证据，请协助调查。而金盛公司又通过接受虚开发票和虚假生产的方式，进行伪造购进和生产业务。上周我们已经向该企业下达了追缴税款和处罚1倍的处罚决定。下一步，公安将继续追究其刑事责任。你是什么时候到的新东？15年底。那金盛公司的出口业务一直都是你负责吗？都是我。说一下你主要做哪些事？就是挣点钱呗。哦，这次的案子确实典型，学到了。来，吃个鸡腿。那你吃我的吧。哎呀，这2个人吃饭就是香啊！你看看咱俩都多余。你还真说对了。我也想吃鸡腿。就是你自己个儿的吧？啊。听说我们局里要开个表彰大会，说是表彰打击虚开骗税2年专项行动的先进个人。那肯定是我们2科的正科呀。哎，我们办了一个出口骗税的大案。哎，那可不一定啊，正科才来了不到1年，还没有那个竞选资格。我觉得应该是我们理科。办什么案子肯定要看是哪个案子大呀。哎，你俩可以了啊。哎，今天早上你收到那个发工资的短信了？
看你这样子不高兴啊？不是你想，咱们平时的案子动辄成百上千万，是不是？几个亿、十几个亿，平平常常。回过头来看看我们，落差。哎，你别说，这个我深有体会啊。我常有这种落差感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人间现实。甭管你看到什么生活，认清自己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这才叫什么真理。说的真好。别整天想。你哥。哎，您好。嘘。哎，董姐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听说你这次案子跋山涉水的，挺危险的。嗨，咱们这工作性质不就这样吗？哎，你那出口骗税的案子怎么样了？折腾了几个月吧，找到了关键人物。特辛苦吧？我上次这出口骗税，然后我在沿海那小城市里边一待3月，每天睡觉就2小时。没你那边那么严重，我这案子还是相对比较简单的。你觉得这次表扬大会，我还是觉得咱们检察科有戏。哎呀，谁拿都一样。小刘请假了，我马上就打电话。哎，琳达，你们是要备用钥匙是吧？以金盛公司的能力，不可能凭空打造出这么严密的违法链条。他应该搭上了一个职业化的涉税犯罪团伙，会不会就是这个民享合金？这个职业化的涉税犯罪团伙与展翼团伙有没有关系？会不会就是盘踞在新东地下的那条大鱼？师傅，师傅，表彰大会马上开始了，找你半天了。哦，知道了，我先去了。同志们，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活动，事关国家经济和税收的安全，事关经济高质量发展。按照新东市多部门打击虚开骗税2年专项行动工作的要求，新东市税务稽查部门集中开展打击虚开骗税违法行为专项行动，摧毁了一批跨区域、行业性职业虚开骗税团伙。师傅，这次表彰的应该是你吧？我觉得应该是董姐。一查到你的压倒性高压态势，有效遏制了虚开骗税违法犯罪猖獗势头。严厉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行为，要感谢我们奋斗在一线的稽查同志们，每一个都是值得表扬的虎将，因为他们的优秀表现，才有了我们今天的这次表彰大会。获得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先进个人的是检察一科李东杰。有请李东杰同志上台领奖。李科看着不怎么高兴啊。李科，上台领奖。来，领导，庆祝咱们出口兑税到账成功。我们呀，在做几笔之后，明年，哎，坐。明年
就可以把旁边那座大厦给买下来。咱们做互联网，名字我都想好了，叫凯达。其实啊，我特别了解你的心思，你呢愿意教书育人，想过平平静静的日子，对吧？这样，就以公司的名义，给你做一个教育机构，送你60%的股份，然后你来总体负责，行不行？凯哥，你让我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，退税款也已经到账了，所以我想拿我们之前说好的给婉儿治病的那笔钱。多少钱？1400万。穿破大地是种子的新芽，襁褓无花，哭笑间悄然长大。生命中的馈赠，暗处有标价。若心无敬畏，终会承担代价。一粒粒沙，兴起居高塔，迷途的人为寻家走遍天涯。柴米油盐之下，各自的活法。若爱有时差，我愿一生牵挂。你我付出的，也曾回报着你我。水滴变云朵，落雨时还给湖泊。亘古不变的，唯有真爱和因果。不都是平凡着那个美在用力活。你我热爱的，也在深爱着你我。日出又日落，你追着光奔跑着，都在不屈地抗争命运的抉择，都是平凡着守护人间的人。都是平凡着守护人间的烟火。